根据国家民政部的数据，从2013年开始，我国的结婚率逐年下降。2013年，1000个人中大概有10对情侣结婚了，而到2018年，只有7对结婚了。当前2019年前3个季度，全国登记结婚人数713.08万对，同比下降6.78%；离婚人数310.41万对，同比上升7.07%。由此可见，年轻人结婚难，结婚意愿低，离婚率持续上涨，成为当下社会的普遍现象。是什么原因致使当代中国人结婚这么难呢？首先，我们预设一个理想状态，每个人都处在稳定的恋爱关系中。我们先来算结婚的经济成本。以彩礼为例，彩礼是中国传统婚嫁习俗之一。虽然我国婚姻法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，但彩礼习俗仍然盛行。据研究调查，93%的小镇青年认为结婚彩礼必不可少。华南地区平均彩礼金额7万元，华北地区的平均彩礼金额高达14万。去年结婚最高的10万零几万，去年到今年年前已经最高的达到12万，然后14万多了。一年基本上算起来，这一年就涨了4万。这样涨，农村人嘛，你这样涨根本就受不了，一年挣的都不够人家涨了。就算彩礼、嫁妆、买车、买房的费用都不提，单看婚礼的预算又如何呢？数据显示，32.2%的新人婚礼预算在5到10万之间，整体备婚人群的平均婚礼预算为9.6万。那年轻人又能赚多少钱呢？以北京应届生为例，平均起薪5610元。按网络提供的数据推算，大学生毕业工作3年后的薪资与起薪相比，平均上涨82%，即10210元。也就是说，在没有父母的帮助下，大部分学生毕业18个月后不吃不喝才能攒够婚礼钱，更别提彩礼了。两项数据对比可知，结婚单从开销来说，对于积蓄不多的年轻人就已经像登天一样难了。其次，结婚意味着要面临诸多的家庭问题。根据最高法制作的司法大数据，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夫妻感情不和，其次是家庭暴力。如果具体来看什么是夫妻感情不和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了参考。2018年排在浙江省第1位的离婚原因是生活琐事，排名第2位的是分居，第3位的是感情基础薄弱。赌博、出轨、性格差异、缺乏沟通、家庭经济等等，这些有可能婚前不知道、婚后才涌现的矛盾，均可使夫妻的感情不和，最终离婚。此外，结婚在某种意义上还代表着生儿育女以及夫妻双方2个家庭的结合，由此引发的家庭混战亦或是芝麻小事，都能成为离婚的导火索。除了经济因素和家庭关系，结婚在职业生涯的发展方面，尤其对女性还会造成一定干扰。根据对中国女性职场现状的调查，11.5%的女性因处于婚育阶段，被动失去晋升机会，但因婚育阻碍晋升的男性却仅有1.8%。发生改变。自从你生了孩子，3天2头的往家里跑，天天同事晚上都在加班，你有加班吗？你给公司造成多大的负担，你知道吗？不想干就走。初为人母的喜悦被职场的歧视阴霾笼罩。另一方面，在步入婚姻后，女性相较于男性，工作时间差距没有改变，但投入家庭的时间却在增加。多数女性职业生涯受婚姻影响，成为隐形的社会现象。对此，职场女性的看法更倾向于婚姻不是必需品。当然，随着社会思想开放与包容性的提高，年轻人的自身的婚恋观也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。不论男性、女性，对90后来说，结婚生子已不是人生必选项，而且95后相较比90后更加享受单身，更不想结婚，并对爱情随遇而安。但结婚难并不代表结婚本身没有任何好处。人作为社会性动物，对亲密关系充满着渴望，亲密关系与我们的幸福感息息相关。我们渴望爱、欣赏、支持与陪伴。即便是提倡独立自主的当下，我们仍时常告诉彼此，我们在孤独、挫败的时候，可以选择依赖并信任爱人与亲朋。此外，中国俗语说“少年夫妻老来伴”，对于身体各项机能下滑、子女在外地打拼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婚姻则有着更为显著的意义。总的来说，婚姻作为社会各界长期讨论的焦点之一，它在千百年前产生的时候，对国家发展、人口增长起到了稳定作用。而当下，随着社会快速变迁，它的存在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挑战，甚至有学者提出，婚姻制度终将消亡。And you're fucking winning! Are you kidding me? I wanted to be married. I'd already lost. You didn't love me as much as I loved you. 如果遇到了对的人，你愿意和他结婚吗？莫佐峰没得死的。
我晓得。